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一对，绝对是近期的颜值与氛围感天花板。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切入正题。最近，宋威龙与赵今麦同框相关的话题引起了不少讨论，尤其是两人最新曝光的双人生图，更是让很多观众感叹，这组画面确实很有氛围感。一个气质清爽挺拔，一个灵动自然，两个人站在一起，并没有刻意营造夸张的暧昧感，却因为整体画面的协调度，让人很容易产生这两个人很适合出现在同一部作品里的感觉。所谓高甜，更多是观众看到画面之后产生的直观感受，并不意味着两人的现实关系有什么特殊变化。对于演员来说，同框合作以及宣传活动中的互动，都可能因为镜头构图、造型和角色设定而产生很强的视觉效果。因此，与其急着给两人的关系下结论，不如把重点放在他们呈现出来的荧幕氛围上。这一次的双人画面之所以容易引发讨论，恰恰在于没有过度用力，自然的站位、轻松的表情，再加上两个人本身具有辨识度的外形，让画面显得舒服又耐看。难怪不少观众看完之后直呼 CP 感来了。如果单独看宋威龙，他的外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清冷、成熟、利落的气质。无论是现代造型还是正式服装，他都比较容易呈现出一种简洁而有距离感的视觉效果。而赵今麦给人的感觉则更加灵动自然，他的表演通常带有比较明显的青春感和生活气息，面对镜头时也不会显得过分用力。两个人放在一起，最大的特点不是完全相同，而是恰好形成了某种互补。这种视觉上的反差很容易让观众联想到影视作品中经典的角色组合，一边是气质沉稳、存在感强的年轻男主，另一边是聪明、灵动、有自己想法的女主。也正因为如此，网上出现豪门公子与灵动少女这样的形容，其实更适合作为一种画面感的比喻，而不是对两人现实身份或关系的描述。真正让观众觉得好磕的，往往并不是简单的颜值叠加，而是两个人在同一个画面里能够互相衬托。宋威龙的挺拔感让赵今麦显得更加轻盈，而赵今麦的灵气又弱化了宋威龙过于清冷的一面。两种气质碰到一起，自然就产生了比较特别的视觉化学反应。很多人看到明星同框时，第一反应就是看颜值，但真正能够让观众持续关注的 CP 感，往往来自更加细微的地方。首先是画面的比例与构图，两个人身高、体态以及整体气质存在明显差异，在同框照片里很容易形成层次感。其次是表情，如果两个人都保持自然状态，没有明显摆拍痕迹，观众反而更容易把注意力放在彼此之间的氛围上。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观众对演员过去作品形成的印象。当大家已经熟悉一个演员的表演方式之后，再看到他与另一位演员产生新的组合，就会自然产生角色想象。所以 CP 感十足并不等于现实生活中的感情关系，而是一种影视审美和观众体验。尤其是在娱乐内容中， CP 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观看方式。大家可以欣赏两个人的外形搭配，也可以期待他们未来有没有新的合作，但最好还是把荧幕化学反应和现实私人关系分开来看。这不仅能让讨论更加理性，也能让真正喜欢演员的人把更多关注放在作品本身。一张双人照片能够受到关注，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照片本身有多复杂，而是因为它给观众留下了想象空间。如果把宋威龙和赵今麦放进一部都市题材作品，一个气质偏成熟，一个充满青春感，那么角色之间可以产生非常丰富的故事可能。
比如从互不理解到逐渐产生默契，又或者从身份、性格完全不同，到最后因为共同目标而成为并肩前行的伙伴。这类设定之所以容易让观众产生兴趣，是因为它并不需要一开始就强调甜蜜，而是可以通过剧情一点一点建立关系。真正高级的 CP 感也不是不停安排暧昧桥段，而是在角色互动、眼神交流、情绪变化和故事推进中慢慢形成。因此，与其单纯讨论这一张照片有多甜，不如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两个人真的有机会合作一部新剧，他们究竟适合什么类型？是都市爱情，还是青春成长？是轻喜剧，还是带有悬疑元素的现代故事？这才是这组同框画面带给观众最有意思的地方，它让大家开始期待一种新的角色组合。明星同框能够引发讨论，其实并不只是因为两个人站在了一起，而是因为镜头在某一个瞬间让观众看到了不同气质之间产生的微妙呼应。宋威龙与赵今麦这次的双人画面之所以容易让人停下来多看几眼，关键就在于两人的外形条件和气质方向存在差异，却又能够在同一画面中形成比较自然的平衡。一个偏清爽挺拔，一个更显灵动轻盈，这种反差并没有让画面显得突兀，反而形成了一种很容易被观众记住的视觉组合。但这里有一个特别值得强调的地方，所谓 CP 感，首先是一种观众观看画面时产生的审美感受，而不是现实关系的证明。一张照片可以让人觉得两个人很有故事感，一次自然的互动也可能让网友产生丰富联想，可这些都不能直接推导出两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关系。尤其是在娱乐内容传播速度越来越快的今天，一个眼神、一张合照，甚至一句普通的话，都可能在经过二次传播之后被赋予新的含义。因此，喜欢氛围可以，但把镜头里的感觉直接等同于现实，显然就超出了照片本身能够说明的范围。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组画面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反而是它给观众留下了角色想象空间。如果未来两个人真的有机会合作，那么这种外形与气质上的互补，或许可以成为选角上的一个优势。宋威龙比较容易呈现出沉稳、清俊的男性形象，而赵今麦则能够展现自然、聪慧又带有生活气息的女性角色。两种风格碰撞之后，并不一定非要走传统甜宠路线，也可以尝试都市成长、轻喜剧、悬疑情感，甚至职场题材。只要剧本足够扎实，人物关系有层次，这种第一眼有 CP 感的优势才有机会真正转化成作品里的化学反应。所以，与其不断追问他们现实中到底是什么关系，不如把期待放回演员和作品本身。观众可以欣赏同框照片，也可以讨论两人的角色适配度，更可以想象如果他们合作，会不会出现令人惊喜的表演碰撞。但在没有可靠官方信息的情况下，保持适度距离，反而是一种更舒服、更理性的追星方式。因为真正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从来不是一时的热搜标题，也不是几张被反复传播的高甜画面，而是演员能不能用角色让观众记住他们。热度可能一天就过去，照片也可能很快被新的话题取代，可一个有血有肉、让人产生共鸣的角色，却可能在观众心里留下很多年。宋威龙的清爽挺拔，遇上赵今麦的灵动自然，确实让这次同框拥有了不错的视觉吸引力。但它究竟只是一次令人眼前一亮的组合，还是未来能够发展成真正令人期待的荧幕搭档，现在都没有必要急着下结论。把未知留给未来，把事实留给官方，把想象留给作品，这或许才是面对明星 CP 话题最舒服的方式。如果未来两个人真的迎来合作，你希望他们挑战什么类型的故事？是轻松甜蜜的都市爱情，还是更加有